上一世我脾气火爆，嫁给了同样性子暴烈的镇北大将军，我们从早吵到晚，最后他一道休书将我扫地出门，凄惨一生。而我温柔的嫡姐嫁入永宁侯府，却被世子的绿茶表妹搓磨，30出头便抑郁而终。再睁眼，老天让我回到了我和嫡姐一同嫁人的这一天。这一次，我要换一种活法。令熙，你这是……这可是欺君之罪。姐姐，你听我说，永宁侯府院大宅深，那顾景云身边还有个难缠的表妹，你性子软，嫁过去就是受罪。镇北大将军虽然性子鲁莽暴躁，但后院干净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。你是嫡女，性子温婉，他定会敬重你。你嫁过去，说不定能过上安稳日子。可是，若是被发现怎么办？圣旨只说沈是你，又没点名是你还是我。外人只知道沈家要嫁女儿，谁知道里头换了人？而且永宁侯又不在京都，远在江南，即便我嫁过去，也没人认得我究竟是沈家的哪位女儿。我是沈家庶女，府中只有嫡姐待我最好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你重蹈覆辙。至于那顾家的表妹，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对付她。希儿，苦了你了。顾景云，林婉儿，这辈子咱们好好斗一斗。这就是顾景云，果然是一副欠了他钱的样子。那抹艳红，恐怕就是上一辈子害惨了嫡姐的绿茶表妹林婉儿，装的倒是挺像那么回事。李成送入洞房。世子，不好了，婉儿姑娘心口疼的救急犯了，晕过去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瞧瞧，果然不是个省油的灯。我才刚进门，这林婉儿就按耐不住了，但我可不是谁都能欺负得住。你给我站住！你那表妹早不晕晚不晕，偏赶在你我大婚的时候晕，这招数我见得多了。不要胡言，婉儿她的确有心结，身子向来孱弱。胡言！行，就算她真晕，这偌大的侯府难道没大夫？非要你这个世子过去，你是能看脉还是能开方？简直不可理喻！顾景云，你今夜要是敢踏出这家门，我就跟你和离。他大概从未想过，八抬大轿抬进来的不是预想中温顺的嫡女，而是我这么个一点就炸的炮仗。表小姐晕了就去请府医，世子又不会治病。是。看来这招挺管用。婉儿给姐姐请安，敬姐姐新茶。主母入门头3日，妾室通房皆需避讳素己，以免冲撞。她这身打扮不过是个表小姐，却敢以妾室自居，甚至喊我姐姐，好大的脸！姐姐恕罪，婉儿不是有意的，是昨夜心急发作，未曾安睡。今早手软无力，才会失手冲撞了姐姐。看来他们都在等着，看我这新进门的主母会怎么处理这娇滴滴的表小姐。表妹这手大清早就抖成这样，怕是病得不轻。不过就是口茶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表妹，我也手滑了，你不会介意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表小姐领回去换身衣裳？着凉了，可是我的罪过。看什么看？她大概做梦都没想到，娶进来的端庄沈家嫡小姐会是这么个泼妇吧？
表哥，表妹怎么病成这样了？快好好躺着，你身子骨这么弱，往后可少出来走动吹风。府里的事情有表嫂呢，你一概不用操心。你表嫂说的对，婉儿这几日便好好休息吧。多谢嫂嫂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这新来的少夫人好像大字不识几个呢。真的假的？那可是沈家嫡女，千真万确。那天我看她拿着礼单都拿到了，还装模作样的，这消息都在府里传遍了。咱们侯府可是书香门第，这要是在诗会上出了丑，那可……小姐，真是气死奴婢了！外头那些碎嘴的婆子，竟然传您胸无点墨，大字不识一个。哼，这定是林婉儿谣传的。林婉儿私下肯定打听过，沈家嫡女是上京有名的才女，而我嫁入侯府后，确实从不读书写字，行事作风也不像是个文弱书生。她恐怕也是想借此揭穿我才女的身份，让我在众人面前丢脸。大字不识这也没错，但那都是上一世的事了。我上辈子跟那莽夫将军吵累了，唯一能让我静下心来的，就是翻他书房里那些兵书和杂七杂八的游记。既然他这么想看我出丑，那我便去瞧瞧他搭的戏台子。意外断桥边，寂寞开无主。已是黄昏独自愁，更着风和雨。婉儿姑娘果然才思命捷，这咏梅诗意境清冷孤高，甚妙。神奇啊！是。早就听闻沈家姐姐是上京有名的才女，妹妹一直仰慕。可近来又听下人们嚼舌，说姐姐似乎并不会写字。姐姐这才女之名，该不会是误传吧？这种后宅女子借才名互相贬低的把戏，还真是屡见不鲜。表妹说的对，我确实认识的字不多。不过识字不多，总比某些偷别人诗来充自己没面的人强些。表妹，你刚才念的这咏梅诗，真是你写的吗？表嫂，这是什么话？此诗自然是我所作，你莫要血口喷人。这诗明明是一位姓陆的才子所作，全诗应有上下两句，你只念了上句，可知道下句是什么？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，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表妹，你既然自称作者，怎么连自己诗的下半节都忘了？还是说你根本只知道这偷来的4句？真没想到竟是偷来的诗。看来这林婉儿的才女身份才是假的，真是丢人现眼，丢尽了脸面。平日里看着柔柔弱弱，人畜无害，没想到心机这么深，竟然靠偷诗博眼球。你凭什么说我是偷的？你有证据吗？证据我当然有。上一世我就听过嫡姐说，林婉儿借诗会之名出尽了风头，而这首咏梅，我在上一世翻看兵书游记也读过一次，故此在举办诗会之前，我便派春信去各大书铺寻找这首咏梅的残页。这首咏梅原作者是一位游历四方姓杜的才子，残页被收录入了诗册中，这上面已做了署名。竟然真的是一模一样！你陷害我！你早就准备好了，是你陷害我！青云哥哥，你信我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
婉儿身子不适，先扶她回去歇着吧，莫要在此失态。真是没想到啊！上一世嫡姐曾提过，她的嫁妆在失收后，无缘无故少了几件贵重之事，当时只以为是下人不仔细或自己记错，如今想来，恐怕没这么简单。果然不对。去查这几样东西什么时候没的，都有谁进过库房，都给我弄明白。小姐，奴婢悄悄查过了，几处线索的箭头都隐隐约约指向那位表小姐。继续盯着，按兵不动。这点东西还值当不了我立刻撕破脸。我要等的是更大的把柄。账册上又少了数件，分别是一对赤金镯子、几匹上乘的流光锦，还有一匣子品相极好的南珠。春杏，叫上院里那几个得力可靠的婆子，跟我走。是。表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带着这么些人闯我院子，还有没有规矩了？一份是沈家开出的原单，一份是永宁侯府入库时核对的札钞。规矩？我倒想问问，表妹房里摆的这盆红珊瑚盆景是打哪儿来的？这可是我的陪嫁嫁妆，这是我已故的姑母留给我的念想，表嫂难道连这个也要夺了去？林婉儿的姑母便是顾景云已逝的母亲，没想到她会拿已故的婆母做挡箭牌。要是嫡姐，以她温顺的性子，恐怕真就忍了。但我可不惯着她。巧了，我这单子上也有件一模一样的，是我压箱底的嫁妆。给我搜，仔细的搜，看看我这单子上不见了的东西，是不是都在表姑娘房里？是。住手！你们敢！放开我！我是侯府表小姐，你们这群刁奴！人赃并获，表妹，这回你怎么说？去，立刻请老夫人过来。今日这事，非得有个交代不可。世子妃，使不得啊！这位表姑娘，府里上下都心知肚明，那是先夫人娘家那边的心头肉，是默认要给世子爷收房的。你若真把她当贼拿了，岂不是打了先夫人的脸，也下了世子的面子？不怕，大不了我就跟世子和离。日后他宠妾灭妻的名声传出去，丢的是他的脸。估摸是林婉儿见我过来，悄悄让她的丫鬟去请顾景云。怎么回事？表哥，表嫂她带人闯进来，二话不说就翻我的屋子，说我偷东西。我好歹也是清清白白的官家女儿，何曾受过这般折辱？我还不如死了干净。林婉儿算准了顾景云会拦，撞出去的力道和方向都留着余地，可万没想到，顾景云竟被我拉住，没能及时拦他。表哥，你怎么不拦着我？珠子在那边，又没人拦你，你要真想死，赶紧的，别光动嘴。表哥，你看他就是想逼死我。你为何如此咄咄逼人，闹到这般地步？因为他手脚不干净，偷了我的嫁妆，人赃并获，就在这里。我没有偷，是当初姑母在世时亲口说的。
表哥屋里的一切将来都有我一份，我不过是看着这几样东西合用，先拿来摆摆。表哥，若是姑母还在，她绝不会让人这么作践我的。又搬出了已故的侯夫人，试图唤起顾景云的怜惜和愧疚，真是好手段。看来这出戏他还没演完。大老远就听见吵扰，成何体统？祖母容禀，去，把地上这些不属于表姑娘的东西都给我搬回世子妃的库房，一件不许少。是。婉儿，你姑母疼你，是念着骨肉血亲，岂是让你借此行僭越偷窃之事的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知道，像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侯府，老夫人需要的是一个镇得住后宅的世子妃。看来我今日的表现让老夫人还算满意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婉儿，你好生抄写女诫静心，都散了吧。孙琦恭送祖母。处置虽不算严重，但当着全府下人的面坐实了林婉儿的偷窃之谜，是给了她沉重一击。我的目的已然达到。你是世子妃，这府里的事儿，往后你也该担起来了。孙系定不负祖母重托。自林婉儿偷盗嫁妆一事被当众坐实，人证物证俱在之后，老夫人的态度便明显有了转变。她应当是看出了我并非任人拿捏的软石头，而后宅纷乱已久，正需有人整顿规矩，她便顺水推舟，将管家对牌暂时交到了我手中。这是信任，更是一场考验。我接手掌家的第一件事，便是着手清查账目。这不查不知道，一查才发现永宁侯府的账目简直是一团乱麻，各处开支含混不清，陈年旧账纠缠难已，好几处产业都显示着不正常的亏空。其中最蹊跷的是西街那间胭脂铺，这是婆母留下的嫁妆产业之一，按说该是桩稳妥收益，账面却连年平进平出，甚至偶有亏损。春杏，备车，去西街。我决定先从这胭脂铺下手。哟，这不是世子妃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查账。哟，世子妃要查账，那是应该的，这就是咱们铺子的账。您请过目。世子妃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您撕了账本，回头老夫人问起来，奴婢怎么交代？就算您是主子，毁坏账目也不应该。现在侯府我掌家，我说这账本是废纸，它就是废纸。我撕了，你就得给我拿出能看的账本。今天我就在这儿等，拿不出来，你这掌柜也不用当了。春杏，把算盘摆上。这铺子果然是个无底窟窿，只是不知这些流失的银子最终流向了何处。世子妃，世子接您来了。今日铺子里的事，我听说了。听说了什么？说我当众撕账本，还打了掌柜的耳光，觉得我泼辣刁蛮，不成体统。不，是让我觉得惊喜又意外的人。算你有眼光。账面亏空的银子，问题出在采买原料上。账本上记录的进价，竟普遍高出实际5倍有余。这已不是寻常记错账了，而是明目张胆的贪墨。看来背后还有人撑腰。凝香斋是婆母留下的产业，意义不同，此事还请世子定夺。
我将如何处置主动权交还给他，这既是对已故的婆母的尊重，也是想试试顾景云，看他是否会因私情徇私枉法。我明白了。胭脂铺的掌柜伙同林婉儿奶娘的丈夫，以吃铺子回扣、贪墨油水罪名，一律押入官府。而那奶娘因有林婉儿求情，被收回身契，逐出侯府，永不复用。小姐，奴婢昨个在角门附近，远远看见表小姐房中的丫头跟个面生的婆子递了个小包袱，神神祟祟的，看着就不对劲。你去打听一下他们在做什么，小心些，别打草惊蛇。奴婢明白。小姐，查明白了。那婆子搭上城外一个穷书生，此人贪财好赌，毫无底线。表姑娘是让他仿写笔记，伪造一些情意缠绵的情诗，还备了件廉价的配置当作信物，打算用来构陷您。过几日便是顾景云的生辰，他恐怕是想当众污蔑我私通外男，一举将我踩入万劫不复之地。你过来，你找块不用的好料子，按我帕子的花样仿绣一张，过2日再把这帕子吊在花园我常去散步的那条小径附近，悄悄透点风给栖霞阁的人，就说我偶尔忆起儿时旧事，曾有位邻家兄长待我极好，可惜后来举家南乡，再无音讯。小姐这是要引他们上钩，让他们自己把伪造的证据往咱们设好的套子里装。他既然想演这出人赃并获，我们就给他把赃物准备得更像样些。小姐，这是在花园小径捡到的。老夫人，婉儿今日要告发世子妃与外男私通，秽乱后宅。你说这是我写与你的情诗？不错，是你亲自写给我的。请祖母世子允准，取笔墨一用。诸位都看见了，这才是我的字。而这方假帕子，无论是花样还是绣工，全都漏洞百出。说，到底是谁指使你伪造这些，来构陷于我？小人招，小人全招。是侯府的表姑娘林婉儿，是她让牙婆找到小人，许以重金，让小人伪造这些情诗和绣罢，构陷世子妃。小人一时鬼迷心窍，求世子妃饶命啊！林婉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诸位都听清了，也看明白了，今日之事纯属无稽之谈，是有人恶意构陷世子妃。沈氏是我的妻子，是永宁侯府名正言顺的世子妃，侮辱她便是侮辱我顾景云，便是侮辱整个永宁侯府。日后再有任何人敢造谣重伤世子妃，扰乱侯府秩序，不论是谁，一律赶出府去，绝不姑息。林婉儿大约是怕了顾景云当众那句直接赶出侯府的狠话，终于消停了不少。见了我，也只低头快步走开，再不敢像从前那般肆意挑衅。我那手像乌龟爬的字，终究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麻烦。看账本还行，若要亲自记账，或是写个像样的礼单文书，就实在有些拿不出手。你既要管家，日日与账册、文书打交道，字总得练练。往后每日这个时候，你若得空，可来我书房，我教你一个时辰。日后要在这深宅大院立足，总不能一直靠撕账本、泼茶水这种法子解决问题。好，那便麻烦世子了。
外头人人都说沈家嫡女是才女，可我连字都写不好，你就一点不好奇，不想问问为什么？我并不在意，无论你是因何缘由不识字，写不好字，还是外头的传闻有误，总之，你现在是嫁给了我，是我的妻子。字写的难看，那就学，我教会你，你以后自然就会写了。过去的事不重要。顾景云目光里没了最初的疏离与审视，反而有一种认真，竟然让我心头莫名一跳，连呼吸都乱了几分。我今日有些困了，字也练得差不多了，明日再说吧。之后的每日，我都会按时去书房练字。顾景云教的极有耐心，从不催促，我也学得认真，进步颇快。没过7日，我已能对照着字帖，工整抄下一首5言短诗。上一世，我活得匆忙又粗糙，满心都是争吵和不服，觉得这些文绉的诗句尽是些无病淫臣，从未静下心来细细品读。如今重活一次，静下心来描摹这些字句，才恍惚觉出这几句话里竟藏着那么沉重的念想与期盼。怎么，是哪个字写不顺手，还是有诗句的意思不懂？没有，就是觉得这2句诗写得挺好。是写得很好，就像你跟我。小姐，有您的信，是从羌北送来的。羌北，是嫡姐。拿进来。妹妹亲启，我在将军府一切安好，将军待我极好，知道我身子弱怕冷，屋里的炭火总是烧得足足的。有回我不小心把袖子勾破了，将军竟自己拿了针线要帮我补。那个拿惯过来的刀枪驰骋赏沙铲的模样，也奔波的可爱，最后补出来的针脚歪歪扭扭，活像蚯蚓爬，但倒是补得很牢实。我笑他，他却只挠头憨笑，那副模样也就是现我知道是什么粗中有细，什么是被人放在心尖上疼惜。嫡姐这辈子吃过太多苦，如今总算竟没嫁错人，有了这样一个把她放在心尖上疼惜的良人，真好。知道嫡姐过得也很好，没有受委屈，我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算是落了地。只要大家都好好的，嫡姐安稳幸福，我在侯府也能安心，眼下的日子便更有奔头了。在看什么？讲京城地势风物的。上辈子我刚嫁到羌北没多久，还没来得及适应那边的生活，京城便传来了旱灾的消息，颗粒无收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似乎连着半年都没下雨了。上京那地方恐怕要有旱灾。你怎么知道？坏了，一时失神，竟说漏嘴了。他心思缜密，定然起疑了。我就是突然想到的，随口一说，说错了吗？账房说是旱灾闹的，庄稼长不好，投进去的银子像打了水漂一样，眼看就要亏光了。长此以往，永宁侯府的根基都要被动摇了。顾景云最近也为了这事连着几天早出晚归，每次回来时眉头总是紧紧皱着，神色疲惫。但我实在想不通，永宁侯府的产业大多在江南，远离京都，相隔千里之遥。这京中的旱灾怎么会影响到江南的庄子，还造成这么严重的亏损？这里面定然有问题。我在府中主持中剧，自然不可能任由这陪账不管。也是这时候，我去后府找嫡姐玩。某一晚我夜里睡不着，便夜起在偏院附近溜达散心。
曹帮那边卡住了，这批货根本动不了。盐运不出来，咱们已经贴补了许多银子，再这样下去，现在再对着这些账本，零碎的话忽然拼起来了。问题出在运输上，有官员和曹帮勾结，私吞了盐引，而支撑顾家的主要营生，便是这些供人吃喝的盐。这种事，我该怎么告诉顾景云？如果我直接告诉他，必然会引起顾景云的怀疑。倒不如把账做出来，将疑点往盐上引，他自然不会怀疑我。我把账本和往年卷宗，还有能查到的盐务市价记录铺了满桌，哪里对不上，哪年出过类似事，可能经手的人，还有几个可疑的官名，我全都记了下来。看看这个，这些人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查了近10年江南盐务的卷宗，又比对了漕运的传奇记录，还有市面上盐价的涨跌，发现每到这个时候，运力就卡，盐价就偏动。再往深里对，这几个人的名字总在关节上出现。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顺着线摸，总能摸到老鼠尾巴。我会按你说的去查。3天后，他回来了，蛀虫揪出来了，是2个管漕运的小官勾结了当地的地头蛇，盐引追回来大部分。侯府的庄子终于能喘口气了。好孩子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景云娶了你，真是我们侯府的福气。在看什么？看残荷，听雨声，也别有一番味道。你当初为什么愿意嫁给我？为什么？难道说上辈子我看尽了你和狄姐的怨偶经历，这辈子才特意和狄姐换嫁，避开那场悲剧吗？这话我怎么能说出口？因为我知道永宁侯世子顾景云是个重承诺、有担当的人。嫁给这样的人，日子或许不轻松，但心里踏实。这回多亏你为侯府渡过难关，多谢。小姐，林婉儿那边不太对劲。这段时间府里忙上忙下，倒是差点忘了林婉儿这个混混。怎么说？她这几日出府太频了些，每回都说是去买胭脂水粉。我悄悄派人去盯梢，却见她每次出门都要去后街和一个戴帷帽的男人私见，两人要说好一阵子话才分开。男人？奴婢看不清那男人的脸，他一直戴着帷帽，但看衣着打扮不像是寻常仆徒，倒像是专做打听消息、牵线搭桥的人牙子。林婉儿接连受挫，没能动摇我半分，看来是不甘心，这是要暗中挖我的底，想找我的把柄。
我与嫡姐换嫁的事，在沈家是绝密，知晓的人寥寥无几。但江南与京城千里之远，若真有人不惜代价去查，未必找不到蛛丝马迹。直指就是包不住火的，让他查。该来的总会来，你只需继续盯紧他，看他何时动手。换嫁这事，本就是悬在头顶的剑，总有落下的一天。这些时日，我思量身份被揭穿时该如何应对，说辞已在心中过了无数遍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婉儿今日拼着性命不要，也要揭穿一桩欺瞒侯府的大事。她根本不是沈家嫡女沈令帆，她是个冒牌货，是沈家的庶女沈令熙。婉儿并非污蔑，我花重金从沈家旧庄子上寻来了当年在沈家伺候过的嬷嬷，她亲口指认，眼前这位根本不是自小养在深闺的嫡小姐沈令兰。这上面是王嬷嬷画押的口供，详细说了沈家两位小姐如何换轿，如何礼待陶高，还有沈侍郎与二人的书信，皆能证明她是假的。真正的沈家嫡女嫁给了本来她要嫁的镇北大将军。婉儿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到底是谁？即便是我早有预料，也没想到身份被揭穿是在如此场面。回老夫人，婉儿表妹说的没错，我确实不是沈家嫡女沈令璇。我是沈家庶出的女儿沈令熙。老夫人您听见了，她亲口承认了，这等欺君罔上、玷污侯府门楣的暗撒使。表妹稍安勿躁。换嫁一事确有内情，却并非表妹一猜的那般龌龊不堪。嫡姐令言自小体弱，患有心悸之病。太医为嫡姐诊脉时，曾明确说过她体质均寒，若远嫁江南，必会水土不服，长期下去恐有性命之忧。可这桩婚事乃是圣上赐婚，圣意难违。无奈之下，我们才出此下策，由我代替佳姐北上，嫁给世子。此事我母亲早已私下禀明当时保媒的贤妃娘娘，并求得娘娘默许，只是为了保全沈家的颜面，也为了不辜负圣意，此事未曾对外声张半分。我这番话说的情深意切，条理清晰，任谁听了都不会无动于衷。你胡说！分明是你贪图侯府富贵，撺掇你嫡姐换嫁。什么太医诊断，什么贵人默许，都是你编的谎言。我有人证物证，绝不会让你蒙混过关。人证？表妹说的是那在沈家伺候过的嬷嬷。这种拿了钱就能随意改口、颠倒是非的证人，说的话有几分可信？至于表妹口中的物证，老夫人可否让我一看？哼，果然是漏洞百出的伪证，也敢拿出来蒙骗老夫人。这字迹模仿的确与佳姐有几分强似，乍一看难辨真假。但这印，佳姐的字曾受静安师太指点，静安师太一生清雅，从不用玉印。佳姐受其影响，也从未用过玉印。这书信是假的。还有，家父有个习惯，凡是写家书，他总会在署名之后点上极小的一个墨点，意为言尽于此，但心念不止。这是他少年时受叶恩师留下的习惯，几十年来从未改变过。可这书信的最后一个字末尾，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没有，连半点墨点的痕迹都没有。老夫人，就算那些证据有瑕疵，可沈令熙换嫁之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这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啊！一旦此事被查实，我们永宁侯府全家都要掉脑袋。
这不是他几句狡辩就能蒙混过关的。够了！祖母，此事无需在意。我不管他是谁，但他是我八抬大轿抬进永宁侯府大门的世子妃，与我拜堂成亲的是他，为侯府管理内宅、打理琐事的是他，在侯府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化解危机的也是他。我只认他，从今往后，她就是我顾景云唯一的妻子，永宁侯府唯一的世子妃。谁再质疑她的身份，就是与我顾景云过不去。祖母，今日让您受惊了，此事到此为止吧。既然事实已定，如果现在揭发，侯府也会受牵连。为了家族名声，只能将错就错了。都起来吧。婉儿，你今日揭发此事，可曾想过后果？你若将此事闹大，外头便会说侯府治家不严，轻则沦为笑柄，重则被御史参上一本欺君罔上的罪名，更严重的被削了爵位也并非不可能。你要明白。可他终究是骗了大家。他是换了身份，可自入门以来，打理中妇进退有度，更在侯府危难时挺身而出，这份心是真的。反倒是你偷盗嫁妆，伪造证据构陷主母，还整日搬弄是非，拈酸吃醋，哪里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体统？换嫁一事到此为止。今日厅内所言，若有人敢泄露半句，以家法处置。是老夫人。婉儿，你回去闭门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得踏出栖霞阁半步。此事就这么轻草的接过了，可我的心却提了上来。虽然老夫人压下了此事，表面上风平浪平，但我心里却像揣了只兔子，七上八下的，怎么也静不下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瞒你这么久。我早就知道了，早在我们成婚不久，我就猜到了。传闻中的沈家嫡女，温婉似水，才情过人，最善琴棋书画。可你呢，泼辣果决，字写的歪七扭八，但对田庄账目人情往来却敏锐得很。一个人再变，笛子里的东西不会差这么远。那你怎么从不问，还一直帮我隐瞒？因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八抬大轿抬进我顾家大门的是你，为侯府忧心奔走撑起内宅的也是你，让我觉得心动，想要靠近的也是你。我去衙门处理公务，午时回来陪你用膳。另外，你的字还需多练。夫景云。小姐，栖霞阁那个洒扫丫头平儿，最近老往咱们院墙根晃悠，行迹可疑。她还跟咱们院里的小桃递过2回东西，看着像是香囊，又像是帕子，不知道里面藏了什么。林婉儿被关在栖霞阁足不出后1个月，瞧着是安分了，但我知道以她的性子，绝对不可能就这么算了，必定还在暗中谋划。小桃是我院里负责茶水间的新丫鬟，手脚还算利落，平时不大起眼，倒是没料到会被盯上。盯紧些，看她到底要做什么。春杏姐姐。
表姑娘，是表姑娘让平儿姐传话给奴婢，给了奴婢一包药粉，说让奴婢下在世子妃的饮食里。表姑娘说事成之后就给奴婢100两银子，还放奴婢出府去过好日子。奴婢一时糊涂，才做了错事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药从哪儿来的？平儿姐说是托人从西市黑街弄来的，叫什么阎王笑，奴婢不知道那是剧毒。表姑娘只说会让世子妃病一场，老夫人饶命啊，饶命啊！那是前朝后宫用过的剧毒，无色无味，霸道得很，半时就能让人七窍流血，死得悄无声息，连痕迹都查不出来。去，把林婉儿给我带过来。祖母，祖母，你要为婉儿做主啊！祖母，他污蔑我，是那贱婢自己起了歹心，想要加害世子妃，与我何干？我这些日子被关在栖霞阁，连门都出不得，怎会可能去买毒药，又怎会害世子妃啊？老夫人，这是从小桃房里搜出来的，这银效面额正好100两。这油纸包与方才从平儿身上搜出的另一包阎王笑一模一样。表妹，你出来时，我以礼相待；你偷我嫁妆，我给了你改过的机会；你伪造情诗，污我清白，看在已故的婆母面上，我也只让你闭门思过。我自问不曾亏待你，更不曾主动害你，可你却一次又一次，非要置我于死地。祖母，林婉儿下毒谋害主母，证据确凿，此等蛇蝎心肠之人，侯府断不能再容。表哥，婉儿也不想他，可婉儿太爱你了，你原谅婉儿吧。林婉儿，你言行失德，屡教不改，今日竟胆大包天，行此毒害主母之事。即日起，除去你顾家表亲身份，派人送你回江南林家，从今往后，终生不得再画永宁侯府半步。林婉儿被送走的事，就像一块堵在心口的石头终于搬开，侯府上下都松了口气。我也正式接过了府内全部管家对派。头一件事便是重新拟定家规，各房各院职责分得清清楚楚，赏罚条例明明白白贴在墙上，人人都要遵守。田庄和铺子那边，我撤换了几个手脚不干净、阳奉阴违的管事，新挑的人都是做事踏实、心性正直的。顾景云将这些都看在眼里，从头到尾没多说一句，而是默默地支持我。遇到棘手的，我便去书房寻他商量，他处理他的公文，我算我的账册。我们俩有时为着一个庄子来年的章程，能说到夜深。该陪你回趟沈家了，你出嫁后还未正式归宁。好。希儿，侯府长辈身体可安好？回父亲，都安好。即嫁为人妇，便理好侯府内宅，切不可任性行事。老爷，老爷，何事如此慌张？镇北大将军和大小姐回来了。是嫡姐回来了。姐姐，希儿，你瞧这气色真好，看到你这样，我这颗心才算彻底放下了。将军近日待姐姐怎么样？将军他脾气是急了点儿，嗓门也大，可他待我是真好。知道我怕冷，还没入冬，屋里地笼和炭盆就都备上了。
我不过提了一句想念上京的软膏，他就不知从哪儿寻来个会做上京点心的厨子。如今有了这个孩子，他更是小心了，在我面前连说话都压着嗓子，走路都怕带起风来。你呢？世子待你如何？他话不多，但对我也很体贴。每回我在侯府主持中柜，遇到难处他都会帮我，还会教我写字。我们姐妹俩如今总算都找对了自己的路，有了自己的归宿。那些上辈子的惊惶、挣扎，仿佛都在这平静的午后被轻轻抚平了。从沈府回来不久，我就觉得身子懒懒的，闻着油腻的菜味还会犯恶心。快去请府医来瞧瞧。恭喜老夫人，贺喜世子，世子妃有喜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真是祖宗保佑。少夫人，今儿个日头真好，风虽起了，但晒在身上暖烘烘的。老夫人说多晒晒太阳，去去寒气，对小主子好。是啊，这日子过得真快，一晃眼都入冬了。今日回来的道早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怎么这般神色？有些事，我想还是该告诉你一声，是江南那边传来的消息。关于林婉儿的。林婉儿回到林家后就被送进了城外的家庙，可她并不安分，最后一次慌不择路，失足跌进了庙后的寒潭里。虽被救起，但寒气侵体，高烧了3天3夜。醒来后人就有些不对了，时常对着空气喃喃自语，有时哭有时笑，说些谁也听不明白的胡话，神志再没清醒过。你心里难受？不是难受，是觉得他这一生本不必如此。他若肯安分，老夫人自会为他选择一门妥当的亲事，可他偏偏眼里只盯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最后反而把自己活生生毁了。就像戏文里唱的那些人，执念太深，反误了青青性命。你要出去？这么晚了，外头风雨这么大。之前的盐务案虽抓了几个小官，但背后的那条大鱼，京中的那位肃王，如今狗急跳墙了。安卫来报，他们今夜要在城外销毁一批至关重要的账册。非去不可吗？肃王手握京畿卫，心狠手辣。这批账册若毁，之前的努力全白费，甚至侯府会被反咬一口。希儿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我必须去拿回来。早去早回，我和孩子在家里等你。顾世子，今夜这荒郊野岭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景云，小姐，不好了！刚才跟着世子出去的一个暗卫，拼死跑回来报信，说世子爷中了埋伏，如今下落不明。封锁消息，绝不能让老夫人知道。立刻叫府兵统领把守大门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。有人举报永宁侯世子私吞盐税，畏罪潜逃，本官奉命搜查侯府，缉拿顾家满门。我看谁敢！哼，世子妃，顾景云已经死了，你若识相，就乖乖束手就擒。他说景云死了，不，绝不可能，这是心理战，我不能乱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
没有圣旨，仅凭你一张嘴就想闯侯府？我顾家乃开国勋贵，即便世子不在，也不是你这等走狗能撒野的地方。希儿做得好，只要大门不开，他们就不敢明着屠夫。小姐要生了！祖母，景云还没回来，我得撑住。那个女人要生了，正是侯府最乱的时候，传令下去，不必等圣旨了，放火烧门，冲进去。要是找到了账册，肃王重重有赏。世子妃用力啊，看到头了！景云，你在哪儿？别叫，给我接生！我沈令熙两世为人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绝不会让孩子死在这里。兄弟们，顶住！世子妃正在生产，绝不能让他们冲进内院。春影，拿剪刀来。小姐，若是他们闯进来受辱，我就带着孩子先走一步。顾家的人只能站着死。哼！谁敢动我沈家的女儿，找死！保护世子妃，沈令轩在此。生了，是为小世子，母子平安。希儿，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你没死，真好。看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好小子，我就说你这只狐狸怎么会轻易死了，原来是去搬救兵了。这一仗杀得痛快，你小子这次立了大功啊！这次多亏希儿撑住了局面，若不是他拖住时间，我和将军也赶不及。沈家的这两个女儿，一个能文能武守家业，一个带兵支援救亲人，都是好样的，是我顾家的福气呀！父皇，这是顾景云伪造的，他这是构陷皇子，意图谋反。启禀圣上，此账册乃臣拼死从肃王私宅暗阁所得，其中详细记录了肃王勾结盐帮、私吞税银、豢养私兵共计300万两的铁证。此外，昨夜肃王私兵围攻永宁侯府，意图屠杀朝廷命名家眷。此时侯府门外尸横遍野，京畿卫与御林军皆可作证。父皇饶命，儿臣真是一时糊涂。逆子，朕还没死呢，你就敢豢养私兵，屠戮忠良，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！传朕旨意，肃王德行有亏，褫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终生圈禁宗人府。其余党交由大理寺严查，绝不姑息。乔妹夫这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哪里还有大殿上弹劾亲王的威风？在朝堂是臣子，在这里只是个夫君和父亲罢了。给他取个名字吧。这一路风雨飘摇，险象环生，如今雨过天晴，但这平安来之不易。大名便叫顾佑安，乳名团团，只愿他一生有神明庇佑，平安顺累，这也是我们一家团圆之意。佑安，好名字，
好名字。希儿，当初换嫁之时，我日夜担心你会受委屈，如今看来，你做的比我好千倍万倍。姐姐，若不是换嫁，你在侯府恐怕早就被那林婉儿搓磨得没了生气，而我若去了将军府，以我的暴炭脾气，定会和姐夫打得不可开交。如今想来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一错再错，却错成了最好的缘分。是啊，你有了懂你的顾景云，我有了疼我的大老粗，咱们姐妹俩这辈子都值了。圣旨到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永宁侯世子妃沈氏虽非嫡出，却贤良淑德，于家有功，于国有益，特赐封一品安国夫人，赐丹书铁券，钦此。臣妇谢主隆恩。在想什么？在想那天我掀开盖头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在想，这人长得倒是好看，就是脸太臭了。要是敢给我气手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侯府。幸好夫人手下留情，才有了今日的家。景云，这辈子嫁给你，我不后悔。娶你是我顾景云此生最正确的决定，哪怕是错嫁，也是上天赐予我最珍贵的琳琅。世人皆说嫡庶尊卑有别，姻缘天注定，可我偏不信命，命是自己争出来的。只要心若磐石，错嫁亦是一生琳琅。